AirPlay 有。Chromecast 也有，藍牙有 ，Spotify、Tidal 通通都有。那如果你要有線連接的話，它背後也有。那它的供電模組呢，還有這個軌道連接的模組，可以直接架在它軌道燈上面的軌道，所以連供電都直接解決。加上它本身也支援多房間的播放，只是家中有多房間，想要創造出这種所有空間都播放一樣的音樂，直接架在軌道上的方式，也不會佔用家裡的擺放啊、櫥櫃的空間。好了，誰說果粉就一定要用 HomePod？ 你可能就是想要與眾不同，那或者說你想要有連接藍牙的可能性，然後同時也要支援 AirPlay， 家中的 Android 裝置也想要支援 Chromecast， 那或者是很多玩音響的人，他想要保留這個有線連接的功能。那以上講的這些 HomePod 當然都沒有支援，它畢竟就是為它的生態鏈所存在的產品。那如果你想要以上這些功能的話 ，HomePod 當然做不到。但這樣的產品有沒有呢？其實有的哦。那我們今天就來看這款正宗瑞典音響品牌 Audio Pro 所推出來的 A10 Mark II。那首先還是要先來科普一下，到底 Audio Pro 這個品牌是什麼？不然很多人可能以為是什麼新牌子。Audio Pro 呢，它在1978年創立於瑞典的赫爾辛堡。那當年它的創辦人 Andres Wallet 就是以木盒造型的低音炮 A4 震撼了整個北歐的展會。那也是讓人知道說，體積小的音響一樣可以有重量級的音質。那其實呢 ，Audio Pro 也是首創 AceBass 低頻增強技術的公司，其實就是特別針對這種桌上型小型的喇叭，要釋放出這種劇院級的低音。所以呢，多年以來呢，他們的產品就是屢屢獲大獎，但是40多年來把 Hi-Fi 聆聽的樂趣普及化。好，那我最喜歡介紹這種有歷史有文化的品牌，瞬間讓自己的氣質增加了不少呢。好，那首先我們還是先來看這一台 A10 Mark II 的外形，對比起來它稍微比 HomePod 高了一點點，但是在寬度的地方窄了一點點。整個外觀上面呢也是圓柱體的設計，轉到背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螺絲孔，那這個可以讓你用來架，不管是軌道燈啊，或者你把它架在牆壁上，都有這個地方可以讓你做固定。那後面有一個 Reset 的按鍵，底部呢電源供應孔之外呢，還有一個有線音源的連接孔。那這個對很多在意音質的人來說，他們可能買一個音響，希望保留有線連接的方式，因為你目前來講，當然還是有線的方式可以提供，或者說發揮到它最好的音質。那當然這一點你不一定需要，但是至少它保留下來給你。當有一天你可能想要玩的，想要聽聽看，說它最好音質可以發揮到什麼程度的時候，你就可以接上線試試看。那它的上方呢，也是保留非常多的實體按鍵，還有標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現在它的音源是 WiFi 有線還是藍牙。那你音源的選擇、音樂的暫停、開關鍵、音量調整鍵，還有現在音源的音量的指示鍵也全都在上面。那另外你可以看到這邊有4個自定義的按鈕在這邊，這個就是讓你自定義你的播放清單。如果你要設定 Spotify 的播放清單、Tidal 的，甚至 Qbuzz 的一堆都有。那你聽到 Tidal 跟 Qbuzz， 你就知道它支援比較高音質的播放。那這些呢都可以讓你直接在 App 裡面做設定。那講到 App 的話，它的設定也是非常的簡單。當你今天配對你的喇叭之後，進來就會看到現在正在播放這顆喇叭是什麼。那同時你可以去命名它。那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設定呢？因為他們是可以配對多顆音響的。那使用 WiFi 的模式最多可以配对到32顆，所以可能你家非常非常的大，那或者是你買來要使用的是商業空間、咖啡廳啊、展場，你進到這個 App， 你就可以一目了然的去做操作。到底現在可能展間5啊、展間3啊、咖啡廳2樓的音響在播放什麼，音量是多少？那甚至你要針對單顆喇叭去做設定，那或者是你一次要暫停全部所有的喇叭在裡面都可以直接做操作。那另外當然針對任何喇叭，你都可以單一的進去設定，調整它的音質細項、待機時間啊、鬧鐘設定等等。那雖然整體 App 的功能算是比較基本，但重點啊，我覺得它目的性應該還是讓你一次管理多顆喇叭使用。那甚至如果你今天已經有 Audio Pro 其他的聯網機種，也都一樣可以在這邊進行串聯跟設定。那我們在測試它的音質之前呢，我們先來講講它的硬體規格。總輸出的功率為52瓦，那裡面有一個 1.25 寸的 BMR 高音單體，那一個3寸的低音單體。為什麼使用 BMR 的高音單體呢？那我們就先來簡單科普一下 ，BMR 叫做 Balance Mode Radiator。對比傳統的單體來說，因為它振膜特殊的方式，那你看英文它講 balance 就是更平均，這就是讓它在更小的體積裡面可以涵蓋更廣闊的音場。那剛好也是這類產品所需要的特性，體積又要夠小，然後你可能要擺放在一個相對開闊的空間，那這樣就更需要保留每個音場的擴散性還有清晰程度。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BMR 這種高音單體就非常的適合。那可能你在很多其他廠牌這種比較小顆的音響啊，或者這種 soundbar 的音響也有看到這類技術的植入，但同
同時也要說，因為體積本身的限制下，如果真的是超級大眾開放式空間，它可能就比較相對不適合。但这个可以套用在任何小型喇叭上面。那這也是為什麼它可以做這種多顆的聯動，那甚至直接透過連接軌道燈的這種設計，讓你很輕易的可以擺放在各個空間、各個角落，也不用另外去思考它接電的問題。那這也是為什麼在國外很多大型品牌的展場都會看到它的存在，像是 IKEA、Porsche， 甚至 BMW 的門市都會看到。那我們這邊就簡單來做一下這個音質的播放給大家聽聽看。那當然我們這邊空間也不是專門為了這個音響播放來設計的，但是至少在我們這個拍攝間裡面呢，整個牆壁都有貼這些隔音棉啊，旁邊還有這個窗簾，那應該可以大致反映出來正常家裡播放聽到的感覺。那你們聽到的會是無版權的音樂，那我們對照組呢就使用 HomePod 來給大家體驗看看。OK， 好，那你們聽到的是無版權的音樂，但是我們自己測試，我們在聽的時候，我們有一個測試的歌單，像我自己聽起來非常明顯，像是 Rolling Stone， 它有一首叫做 Melody 的歌，那建議大約從3分鐘之後開始聽，因為在那邊你可以開始聽到 Mick Jagger 開始有一些開始很放鬆的開始鬼叫，那其實這個是非常好聽的，但因為他在叫的時候呢，同時背後有鋼琴啊不同的樂器也在進行伴奏，那剛好在那個狀況下，你用 Audio Pro 的 A10來聽的話，它的分離感是非常的明顯，你會聽到感覺聲音是正面對着你發出來，但是其他的樂器呢是環繞式的方式在播放，然後到這首歌的最後1分鐘，其實又更加的明顯。比如在5分22秒，那個鬼叫聲是非常切割性的突出，那我覺得這個分離感是超級的清楚。那就小小一顆有聽到這樣的立體感，算是有嚇到，或者是我是被它的鬼叫嚇到了。那我們把同樣一首歌放在 HomePod 上面做測試的時候，那其實如果你了解蘋果它的聲音調教方式，應該都非常清楚。它的調教我也會覺得它是蠻 AirPods 的模式，它就屬於多邊形戰士的這種方式。那如果要我形容的話，我個人會覺得說 HomePod 它感覺就是試着很努力用單顆音響的方式去創造出好像是多顆環繞音響要聽到的感覺，但是畢竟是用模擬的啦，你雖然感覺出來好像它試着要環繞，但是也會變成沒有任何一項樂器啊或者聲音是特別突出的感覺。那其實這個方式就很蘋果，我覺得他們就是在他們的這個測試的 lab 裡面用很科學的方式去想要製造到一個非常平均的效果。那所以呢，使用 Audio Pro 這一顆，我覺得也和我們先前測試一些其他音響大牌、音響品牌的這種心得非常的類似，就是這種專門做音響的品牌，他們比較敢去調教出一些自己品牌的調性，就是可能不會去試着做到非常的平均，那反而更在意就是說，在你播放出來的時候，他們可能想聽到的是，我們品牌的音響就是有它獨特性的存在，基本上就他們希望是比較有個性啦。那當然這邊也沒有好或壞，但是這兩者它設計上的差異也是有點明顯。像 HomePod 它想做到就是360度的聲音播放，所以呢，它裡面還要隨時用它的麥克風去掃描四周圍可能你跟牆的距離、跟物品的距離，然後在偵測完這些距離之後，再來做微調每個喇叭它的發聲。技術跟原理上面當然是非常的厲害。Audio Pro 呢，它基本上它就直接針對你要聽的方向。那所以在設計上呢，我覺得他們目的性就非常的簡單直覺啊，他們就是要前面這個大半圓的方向播放出聽到最好的音質，那同時讓你聽到的也是符合他們品牌的個性。那聽起來好像比較簡單粗暴，但其實這背後包含是他們這個品牌多年累積下來聲音工學的經驗。那有聽過很多品牌音響的，應該大概都有類似的體驗。調教出來的真的是非常有個性，他們也不會去害怕讓你知道說他們的個性就會非常的突出，而且你會在他們很多不同產品線的喇叭裡面都能找出這種非常類似的調性。那這個就是我自己對它音質上面的這個評論，我覺得它的個性非常明顯，我覺得聽起來比較有濃厚的類比感，那這是我個人比較偏好的。好，那下一步我們就來講實用性方面，因為它是音響品牌嘛，它不會把自己刻意綁在單一某一個生態鏈啊，或是它的手機品牌上面，因為它創造出來，它就是要做一個讓大家都可以去使用它的喇叭，所以它自然它的擴充性、它的資源性就會更廣。像我們剛剛提到了嘛，你今天想用藍牙、想用 WiFi、AirPlay、Chromecast 用有線連接，各種品牌或是各種串流方式的這個歌單跟播放，在裡面都可以直接支援。那尤其呢，它設計目的性想要讓你同時在很多不同空間一起去使用它，所以它把串聯性也考慮進去。那在配件設計上面，剛剛我們提到這個軌道燈的地方，那台灣的軌道燈當然有自己的規格，但是它的代理商有做出一個他們專門符合台灣規格的軌道配件。那為什麼可以支援軌道這一點，我想要特別拿出來講，因為台灣的房價非常貴哦，大家的空間都非常的有限。那你今天不管是在你的公共空間或者商業空間，那甚至在自己家
家裡面，像我自己家裡先前有很多多音響設置的時候，我要去思考說，這個電插電要放哪裡？那如果音響架高的時候，有時候我要特別去牽一條線，就為了走這個音響。那先不要說有沒有線可以牽過去，那我覺得第一個就是漏一條線，你要想怎麼去藏它，這一點讓我非常的困擾。那在放置的空間，它也是佔了一個位置。那在地價跟房價這麼貴的情況下，我要特別去找一個位置去擺放它，有的時候跟裝潢感覺起來就有點突兀啊，沒有那麼搭的話，那它其實是一個困擾。那加上很多的時候房子你空間規劃可能一開始也沒有先去想到去擺放這些喇叭，那到時候要再去想這些問題也是蠻麻煩的。所以我覺得它有這個組件，或者它整個設計上就是讓你可以直接架在這種軌道的地方，那你直接去想就是說你的牽線的部分就完全就解決，你完全不用去想說要再多一條線。那軌道燈這個其實現在有非常多設計漂亮的這種軌道的燈組，那直接把這種你家裡可能空間要用的這些音響喇叭用軌道燈組件的方式架上去，那它完全不會佔你地上或是櫥櫃或是書架任何的空間，你也不用去想走線，而且就完全利用到天花板上你本來可能閒置的空間來做這種全室音樂的播放，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播放出來的聲音是很好聽的。好了，那當然音質的部分都很主觀啦，你們剛自己聽到我们播放出来的感覺，你們想要自己去試聽的話，我也是非常的建議。自己本身是很喜歡 Audio Pro 他們所調教出來的風格，像我剛剛講的，它的類比感比較明顯。那所以這一顆 Audio Pro 的 A Smart 2，那有常駐在我們的工作室，在我們也計劃在我們本來播放音樂空間上面的地方，現在這種類似軌道燈的這種吸頂燈，我們把它改成軌道燈之後，我們那空間就會完全騰出來。像我們現在擺一些 NAS 啊，或是充電設備的時候，就不用再找一個線或找個地方去擺放音響。那總共有3個顏色可以選擇：深灰、淺灰還有黑色。那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空間啊、設計啊或者需要的方式來搭配。那當然，我們頻道也有爭取到我們獨家的折扣碼。那如果你使用我們的推薦代碼呢，就會有9折的優惠。那我們鏈接會放在資訊欄還有留言區。那如果要買的，就不要忘記使用這個9折優惠代碼。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詢問的話，都可以在留言或者在 IG 上面私訊我們。我是蘋果爹，我們下次影片見，拜。